大卫是第8个男孩子。现在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是很少很少的，很多人生了2个就够了，生了4个就很多了，生了5、6个的决定不再生了。劝你不要太快结束生孩子，因为有可能世界生出一些伟人是在你第7、第8个孩子才出现的。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推广多生孩子的主张。那你说多生孩子费用太大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挂虑物质的事情。但生一个孩子要尽的责任，要花的钱，要付的代价，要投资的是不少的。比起整个生活的需要来说，儿女花我们所赚的钱其实少而又少的。当你人生走完路程的时候，发现你一生赚的钱不单单可以支持2、3个孩子的费用，5、6个、7、8个也根本用不完你所赚的钱。你说这一件事对某些人是，但对我不是，这证明有一些人赚钱好像没有什么困难，有一些人赚一点钱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上帝好像不顾这些事情一样的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收入多少，虽然有上帝的安排所规定的，但是也有上帝突然改变的计划。你现在生下一个小孩子1个月用你多少钱呢？用你200万吗？用你400万吗？除非孩子生重病，花了很多的医药费以外，把孩子养大所需用的钱实在是不多的。我劝父母亲不要为了生计的困难，为了金钱的花费，而且暂时你就停止你生孩子。我的母亲17岁结婚，16年以后她变成寡妇。在她17岁到33岁这16年里面，一共生了10个孩子。16年生10个孩子，现在的情况几乎不可能。而她最后的6年生了5个孩子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做母亲的6年生5个孩子，到底有多少时间来培养这些孩子长大？所以我的母亲对牧师问一句话：请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样养大这么多的孩子？她没有问她的丈夫，她也没有问她的亲戚朋友，她问牧师：你告诉我，上帝怎样使我养大这么多的孩子？我还记得我的牧师叫做王忠诚牧师，那个时候王牧师自己也差不多50多岁了。这个王牧师呢，最后一个孩子是他的太太50岁生出来。多孩子的男人听见一个多孩子的女人问他这句话：我要从哪里得到钱财，把这么多的孩子养大呢？我的牧师对我的妈妈讲一句话，他说：你看世界上的树叶，早上晨露下来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叶子上没有露水的？我妈妈很奇怪，你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的牧师回答我的妈妈说：一片叶，一滴露，没有漏掉一个叶子的。我妈妈说什么意思呢？我的牧师对妈妈说：上帝让一个孩子生出来，不可能有一个婴孩是没有上帝的恩典。既然孩子生出来，上帝一定给他足够的东西，上帝一定养活他。妈妈就悟了，这句话就在他的心中刻铭在心，非常非常的严肃。那个时候我母亲大概31岁，6年半里面她生了5个孩子，那个是最后一个孩子没有生出来以前。记得牧师讲的话：一片叶，一滴露，每片叶都有露，一个叶子上面没有露水。他就祷告说：上帝啊，你给我这么多的孩子，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你的恩典。我妈妈生的10个孩子里面，有8个是男孩子，2个是女孩。后来这8个男孩子有1个小的时候离开世界，还有7个活在世界上。这7个现在已经死了4个，还有3个还存在世界上。最后这3个，第
5个叫做唐崇安，不是本雷达，他是在苏拉巴亚交响乐的指挥。第6个叫做唐从容，就是今天在你面前讲到的这一位。第7个叫做唐从怀，现在洛杉矶已经84岁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7个孩子都活到80几岁还在世界上。第2个活到83岁，第3个活到84岁，第4个活到86岁，第5个也活到80多岁，第6个活到今年85岁，第7个活到今年84岁。所以想到这个家庭生的孩子都很长命，不但没有饿死，从小生活足够，非常健康，到年老都长命活在世界上，就是人的思想没有办法想到。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很辛苦，因为刚好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，她想大概活不下去了。上帝不但给每一个孩子活下去，每一个孩子活了80几年。我的父亲55岁就离开世界，我的母亲68岁离开世界。想不到他生的孩子都过80几岁，告诉我们上帝可以养活你的孩子。所以在很多牧师里面劝大家多生孩子。前天我对我们一个长老说，为什么你只有生2个？为什么不要再生？他说唐牧师太迟了，现在已经55岁了。那我说你太太几岁？他说太太已经53岁。那我说好了，你不可以再生了，孩子过了49已经不是生孩子的适当的年龄。我在问他为什么你生的这么少？他回答一句话：我太迟认识唐牧师，我决定2个够了，停止了，才听唐牧师讲道。我早一点听到唐牧师讲的道，可能我会生更多的孩子。好，今天请你注意下面的话：基督教的地区生孩子越来越少，前途非常黑暗。今年85岁，4个孩子，本来有6个，2个早产离开世界了。我现在4个孩子只有1个男孩，3个女孩。4个孩子有3个已经结婚，生了9个孙子。我很懊悔，我生的只有1个男孩。为什么上帝不给我多一点？我不知道。发现我的母亲比生下的这7个男孩更伟大，因为她一个人生了7个男孩子，7个男孩子结了婚，只生下6个男孩子。这一个母亲比7个男孩加起来还更伟大。特别这7个男孩子中间有5个是做牧师，所以我母亲对中国基督教的贡献是很大的。一个女人产生5个牧师，现在我只产生1个牧师，不能相比。现在弟兄姊妹了解我这些话以后，我相信你会赞成我鼓励你们多生孩子，还能生的时候不要拒绝。上帝给你的时候你要接受，靠着恩典把他们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时间一直过去，我们面向世界末日已经不久了。我们基督教在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归向主？我们的家庭产生多少人侍奉见证主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还没有结婚的，快结婚。男人可能就在28岁以前决定分事，女人在25岁以前决定分事。我找来找去找不到适当的。我告诉你，降低标准，不要一定要娶一个天使。如果你真的找到你喜欢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也不一定喜欢你。不要骄傲，人造的都是好的，虽然不是绝顶美丽。你的爱人是绝对美丽的，可能对你很不好。我们在马浪认识一个女人，很漂亮，她的丈夫是我的学生。后来她生了2个男孩子，大的男孩子漂亮到比现在许多的电影明星更英俊，很英俊。第2个孩子中等，那么2个孩子都长大了，大的今年大概35，小的今年大概33岁。这个大的英俊的不得了，人见人爱。
多做母亲的都盼望孩子生得像这么英俊的。这个2个孩子长大，我都看他们长大。他26、7岁的时候，2个都结婚了。大的男孩娶一个电影明星，美丽的不得了，2个人拍起照片，天生一对，像天仙下凡，人仙共婚。第2个孩子爱上一个寡妇，寡妇丈夫死了，有4个孩子跟他长大。这个第2个孩子就爱上这个寡妇，过去决定娶了已经有4个孩子的女人做他的妻子。2年以后，这个寡妇再替他生第5个孩子，他也很有爱心，照顾5个孩子，等量同观，生活非常困难。我现在要讲的是他的男孩，第1个孩子非凡英俊啊，他是比电影明星更漂亮的。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住在加卡塔，现在几十岁了，40多岁了。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的太太跟他离婚了。你以为你娶美丽的太太就很幸福吗？你以为你找到最美丽的女人，你就生活很满意吗？他现在被他太太离弃了，他自己孤孤单单的生活没有把握，前途没有方向。现在40多岁，收入很少，爱钱的女人都不要他，非常痛。这是我们很靠近的一个家庭，我们很认识的一个女人，她的家庭变成这样凄凉，很可惜。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现在已经70多岁，完全不漂亮了。看到2个孩子，心里很难过，知道前面怎么度日。请你们青年男女标准不要太高，不要嫌东嫌西。等到你找到你要的，可能不是上帝要的，降低标准才得比俊美更要紧。也很多女人一定要选到最漂亮的男孩子，嫁来一个非常好色的男人。结果呢就家破人亡。一些的男人要娶最漂亮的女人，最后他的太太红杏出墙所以他们就变成破裂的家庭。所以你们青年男女听我的话，你不听老人言，你吃亏在眼前。求主怜悯我们。